上期说到，红衣女人凭空现身，布娃娃暗藏致命怨气，张默冒死施法招魂，反遭厉鬼索命，废弃公园惊魂夜，林千仪血战神秘凶灵，染血项链揭开惊天线索，死者遗物竟成催命符。接下来请继续聆听。张队长就问公墓怎么样，到时候他可以让人清理一下现场，保证除了我们几个之外不会有外人出现。张默想了想便同意了。见他点头，张队长也立刻拿出了手机，让自己的部下安排去了。虽然招魂开始的时间是午夜，但因为张默还要提前布置一些东西，因此我们吃完晚饭之后便在张队长的带领下去了墓地。到了地方之后，天已经彻底黑下来，刚钻出汽车，三胖就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好冷哎！张队长指着前面黑漆漆的山坡，这里就是杭湖市最大的公共墓地，城里的人大部分死后都葬在这里呢。你会觉得冷，大概就是因为这里阴气太重的缘故吧。三胖不禁吓得直哆嗦说：脏子人呢？你在这里招魂，那鬼物会不会附身到那些尸体身上啊？张默好笑道：你是国外电视剧看多了吧？这里又不是国外，虽然是墓地，但埋葬的都是骨灰盒，难道那个鬼物还能把骨灰变成人不成吗？三胖，你要是害怕的话，就在车里等着吧，反正你一会儿也帮不上忙啊。那怎么行啊？我好歹也是你们的搭档哎。三胖嘴上虽然如此坚持，但明显看得出，比起进入墓园，他其实是更害怕一个人被留在车里。进到墓园之后，张队长先找了园区里的值班人员，给他们亮明了证件。对方虽然已经得到了招呼，可很明显还是对我们的来意非常困惑，想要陪着我们一块进园区里。已经得到嘱咐的张队长立刻拒绝了，说我们是要进行刑事案件的调查，不能有外人围观。闻言，那名值班人员也不再坚持，给我们每人一个手电筒之后，便放我们进去了。离午夜还有将近1个小时。依照张默所说，为了达到招魂术的最佳效果，他要等到午夜12点左右的时候才能够施法。而在此之前呢，他会先行布置一个破魔阵，到时候万一那个鬼物是以附体形式出现，便可以将它从附体的物件上赶出来。因为这时天上还下着小雨，张默挑选的招魂地点最后便定在了一个凉亭里。他让我们四处找了些石头，随后用这些石头在凉亭里摆了一个我完全看不懂的道家阵法，又让三胖把他事先吩咐的香烛依照指示摆放到位，随后便说了一句：好了，一切就绪，就等12点了。三胖问张默：壮子人，这样就好了？对呀，难道你不应该再贴一些符纸，画一些皱纹吗？三胖比划道。张默翻了翻白眼：三胖，我最后再劝你一次，少把我们龙虎山的道术和电视剧里那些瞎编乱造的东西扯到一块儿。可我是从网络小说上看到的呀。网络小说也一样，那都是假的。在他们扯淡的时候，张队长在一旁悄悄拉了我一下：林特派员呢？这位张特派员到底是什么身份呢？比起警察，怎么我看他更像是一个道士呢？我想了想，还觉得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便告诉他：不瞒你说呀，他在进入我们调查组之前呢，还真是从龙虎山上出来的道士。龙虎山你知道吗？用通俗的说法，那就是道士界的名门正派了。哦，难怪呀！张队长恍然大悟地说。就这样瞎聊着，时间很快便到了。张默看了看手表，对我们说：时辰已到，一会儿你们都不要说话，我这就开始招魂。大家一起点了点头，随后闭上了嘴。三胖更是夸张的把自己的嘴巴给捂得严严实实。只见张默自己拿出打火机，在香烛上一个个点上，随后便站在了阵法中间，拿出了被符纸包的严严实实的项链，小心地将外面的符纸撕开。就在项链暴露出来的同时，
地上的蜡烛也忽然迅速摇晃起来，好像随时会熄灭似的。紧接着，张默便捏了一个法诀，而后对着项链一指，念诵咒诀。随着张默低沉的声音响起，凉亭里摇摇晃晃的烛火也呼的一下就稳定了下来，就好像那些风都绕着蜡烛走似的，整个凉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虽然已经见过几次张默的道家法术，可是这一次的施法却依旧让我看得心潮澎湃。也不知一会儿张默的招魂术生效后被招出来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是那个红衣女人，还是一个模模糊糊的鬼影，甚至可能是一个怪物。我思考了许多种可能性，唯独有一个可能性没有想过。在张默念了差不多10分钟的咒诀之后，他忽然停了下来，一脸懵逼地说：“这怎么可能呢？”林谦疑问道：“怎么回事啊？”张默先是在四周扫视了一圈，才对我们说：“我的招魂术失败了。”招魂术失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全都紧张了起来。一旁的张队长也眼神古怪地看着张默，嘴里对我低声嘀咕道：“林特派员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队长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也知道此刻他一定是对张默的本事产生了怀疑啊。毕竟如今这个年代里，装神弄鬼的假道士太多了。刚才张默的话搞不好已经让张队长把他也归到了那些人群当中了。要是让张队长继续这样想下去，说不定连我们的身份他都会开始怀疑。想到这儿，我忙对张默问道：“张执任，你刚才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100%的保证过没有问题的吗？”张默看了看手上的项链，再次捏了一个指诀，念起了咒文。不过2-3分钟后，他又停了下来，说道：“不对，不是我的招魂术失效了，是这个怨气的主人根本就还没有死，所以我的招魂术才根本没有起作用。”“没死啊？一个冤魂怎么可能还没死嘞？”三胖疑惑道。张默看了他一眼，说：“都是冤魂了，怎么可能还没死？我的意思是，这个项链上的怨气并不是冤魂散发出来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怨气。”“不对呀，如果是活人身上的，那就应该叫怨念了。”“等等。”我在一边听着，自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怎么感情听张默的意思，这个项链的主人还是活着的人呢？可依照之前我们的推测，这项链的主人不就是造成了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调查到了现在，关于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已经连续出现了多次反转了。光是张默自己就推翻了自己的结论好几次了，从最初的能力者到之后的冤魂。可没想到，在眼下所有证据都将这次的事件的元凶指向了一只可能拥有附体能力的鬼物之后，张默竟然再次推翻了他自己的猜测，告诉我们这次的事情是活人所为。拜托，你这样反转来反转去的，转得我们头都要晕了好吗？这句话我自然是不敢真的说出口，我只能问道：“张执任，我都已经糊涂了，这次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张默说：“我也是看糊涂了，没想到会有活人的怨念强大到这种程度，竟然会产生和怨气一样的感觉。总之，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这次的事件完全和冤魂无关，而是人干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能力者，至于他真正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只有找到他才能知道了。”我说：“各位啊，你们嘴里的能力者是不是有超能力的人呢？”就在我抱头苦思的时候，张队长拍了拍我的后背，回头看到他，我才想起来，就在我们刚才说的起劲儿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不相关的人士。反正冤魂的事情都坦白了，关于能力者的事情，我们也索性不再隐瞒，大不了等事件结束后，我们再把这位张队长的记忆给清除掉。于是我便把和能力者有关的情报大致说了一下。当然，我们几个本身也是能力者的事情，还是对张队长进行了隐瞒。听完了我的解释，张队长若有所思道：“说来说去的，那个红衣女人最后还是一个活人了。
那这就好办了，死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既然犯人是个活人，那么我就算是有用武之地了。张队长忽然笑了起来，对我们拍胸脯保证道：我说你们几个也别烦恼了，管他到底是拥有什么特异功能呢，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犯人逮捕归案。简单至极的答案，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张队长的话无疑照亮了我们调查的方向。林千怡点头道：没错呢，搞不懂的事情我们再怎么烦恼也是没有用的。既然现在已经将目标锁定为了一个活人，那我们就用寻找活人的办法来继续调查。我赞同的。林姐说的没错啊，既然如此，那现在应当最优先的，我看就是调查一下这个项链的主人了吧。我让张默把项链收好，随后对张队长说：张队长，这个项链呢是在第2起事件的受害者车上找到的，我们现在希望能和受害者当面对质一下，确认一下这个项链的主人到底是谁。对于我们的请求，张队长自然也一口答应。不过因为时间已经太晚的缘故，现在即使去了医院，恐怕受害者也不方便见我们。因此一番商量后，大家便约在第2天早上去医院调查。一夜过去，到了第2天的上午，我们在约定的时间里来到杭湖市第2医院。在我们赶到医院入口的时候，张队长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们了。见到张队长的时候，三胖问道：张队长，说起来你今天其实并不用和我们一起来医院呢，那是个布娃娃，还有嫌疑人头发的调查不都需要你出面吗？张队长说：那些事情我都已经交给我的下属了，他们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倒是你们这儿我不太放心呢。老实告诉你们呢，我昨天回去后帮你们打听过了，今天我们要见的那个受害人恐怕已经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了。没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听到张队长的话，我不禁问道：张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张队长叹了一口气：这个你们一会儿进去就知道了。杭湖第2医院说起来在杭湖市极其有名，这里原本是一家公立医院，在近几年的医疗改革中，老医院被整体出让给了民营资本。经过翻新改造，再加上大肆高薪聘请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的方式，新生的杭湖第2医院从一家2级医院一跃成为了3级甲等医院。无论是医师水准还是医疗设备，就算是和京城与东海的大医院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已经被当地市民公认为了本市最好的一所综合医院。这一点从医院里人满为患的状况就可以看出。虽然还是大年初2，但从门厅往医院里踏进一步，就可以看到里面满是患者或是探望的人们。在医院的大厅里，张队长指着一个指示牌说：你们要见的受害者原本是在大病房的，现在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已经转移到了个人病房接受精神治疗了。我们去3楼吧。我们一听都愣了，那个受害者不是受了皮肉伤吗？怎么又要接受精神治疗呢？顺电梯上到3楼，张队长领着我们走了没多久，就停在了一间病房外。就是这里了，第2起案件的受害者所住的病房，孙娜。我确认了下病房门口的名牌上的确是写着受害人的名字后，便慢慢的打开了病房门。因为是精神科的特护病房，房间里只摆着1张病床。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在睡觉吧，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孙娜躺在她的病床上，全身上下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根本看不清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看到孙娜的样子，张队长低声对我们提议道：看起来她在睡觉啊，要不我们还是在外面等一会儿吧。不行，现在已经没有给我们浪费的时间了。林千怡摇了摇头，自己走到病床边，开口问道：孙娜小姐，我们是警察，请问你现在方便吗？被子里的人沉默了片刻，紧接着便从里面传来了细微的声音：你们有什么事儿？原来他没有睡着啊。见状，林千怡又走近了几步说：你好，孙小姐，我们想要和你稍微聊一会儿，想向你请教下案发当天的事情。
林千怡的话音落下后，又过了几十秒钟，被子里却没有什么动静。于是林千怡又开口道：“那个……”就在他开口的同时，被子里的人再次开口了：“抱歉，我今天身体不舒服，请下次再来吧。”“你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我叫医生过来看看呢？”林千怡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被子，准备将其拉开。几乎就在同时，只见张队长脸色忽然一变，大叫了一声：“别把被子打开！”然而他的提醒终归是慢了一步。就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林千怡已经把被子拉开了。揭开的被子里面，露出了那名叫做孙娜的受害者的真容。只见原本俏丽的脸庞，如今已经毫无血色，她的左耳上也完全被厚厚的纱布给包住了。因为突然见到了太阳光，孙娜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等她适应了光线之后，才发现我们的视线正集中在他那只受伤的耳朵上。微微发愣了几秒之后，就听见他突然尖叫道：“啊，不要！求求你们不要看我！”林千怡顿时愣住了。张队长在一旁急道：“因为孙大小姐伤到了脸，现在精神已经受到了刺激，你们都别看她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连忙转移开视线，但这时已经迟了。孙娜把被子重新盖在了头上，紧接着又从被子里传来了声嘶力竭的哭闹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快离开这里吧！”啊！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病房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好几名护士冲进了病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后，领头的一位护士立刻面色不悦道：“你们是谁呀？病人现在不能见任何人，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张队长连忙替我们解释道：“啊，这位护士，我们是警察，需要询问病人一些问题。过去我们无往而不利的警察身份，这次在这些护士面前却失效了。”冲进来的护士们完全无视了张队长的话，几乎是半强制性的就把我们往病房外赶。同时我还看到有几个人从外面拿着针管冲了进来，想要给孙娜打镇静剂。病房里一时间混乱成一团。在把我们赶出去之后，一名护士长才对我们说：“我不管你们是警察也好，是别的什么也罢，你们现在都看到了病人的情况了，他的精神状况现在很脆弱，麻烦你们最好别再去刺激他了。”张队长走到这位护士长身旁问道：“啊，这位护士小姐，这位孙小姐刚入院的时候我还来看过她呢，那时候她除了精神萎靡一点外，一切都正常啊。这还不到1个月呢，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呀？”这位护士长的眼睛盯着张队长看了几秒，忽然张大嘴道：“哦，是你呀，我记得你。”他叹了口气，继续说：“孙小姐会变成这样也没办法，毕竟是一个女人呢。她的耳朵在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神经坏死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接上去。你是男人不知道啊，一个漂亮的女人破了相，那是比死还要痛苦的事情。”听到这儿，我心中不禁万分焦急啊！这次我们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询问孙娜小姐关于项链的事情，但现在看她的样子，似乎已经无法正常交流了。如果无法确认这条项链的主人的话，那我们后续的调查行动，岂不是又要再次中断了？就在这时候，从病房里又走出了另外一个稍微年轻点的护士，她似乎听到了刚才护士长的话，突然插嘴道：“可不是吗？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呀，也就算了，像他那种二奶破了相，那不等于要了他的命啊！”听到小护士的话，护士长立刻回过头瞪了他一眼：“你瞎说什么呢？还不快去忙你的事情去！”小护士害怕的低下头，扭头就要走，我却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把他拦了下来。对不起啊，你刚才说的二奶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在说孙小姐吗？小护士疑惑地看了看我，本想张嘴回答，却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了一眼护士长。我忙说道：“啊，护士小姐，我们是警察，这次本来就是来调查案件的，刚才你说的话，我怀疑可能会对我们调查案子有帮助啊。”听了我的解释，护士长便说道：“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说吧。于是那位小护士便开始向我们解释原委。原来其实在春节前一周的时候，这位孙娜小姐的情绪还并没有现在这么不正常，但是在1周前，一个男人突然来看望了她。当天正好是小护士值班，她在走廊上听见孙娜小姐的病房里传来了争吵声，随后便听见什么分手、丑八怪、花那么多钱之类的话。当天那个男人离开之后，孙娜小姐的情绪就一下子变得不稳定起来，一直到现在，甚至已经被医生确诊了，患的是严重的抑郁症。听到这儿，我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呀。为什么你会说他是二奶呢？那个男人难道不会是孙小姐的男朋友吗？小护士笑了笑。有男朋友在看了女朋友之后，转头就去见别的女人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追问道。小护士回答说，这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那天那个男人在见过孙娜小姐后，转头就去了10楼的特护病房区。后来我找了几个在10楼工作的小伙伴打听了一下，发现那个男人是去见了一个叫柳思思的女人，还是打着未婚夫的名头呢。柳思思？这一次轮到张队长跳出来了，他问道，你确定那个男人是去见柳思思去了？他有说过自己是柳思思的未婚夫？你有见过那个男人的正脸吗？一串问题问下来，竟然把小护士问得手忙脚乱，一时之间他有些发愣，不知从哪里回答他好。见状，张队长示意他稍等，随后对我们说要回车里拿一下案件的卷宗。林千怡拦住他，说不用了，随后便让三胖从他一直背着的背包里把案件的卷宗拿了出来。这是昨天和当地警方见面后那位徐局长给我们的。张队长从卷宗里抽出一份文件，随后指着上面一张照片问道，你看到的是这个男人吗？小护士和护士长瞥了一眼，很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男人。张队长愣了半晌之后回过神来，他先是向2位护士道谢，随后便带着我们走进了没有人的安全通道里。该死的，我竟然会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一进入封闭的通道里，张队长就自己骂了自己一句，同时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也不管这里是医院里，就自顾自地抽了起来。刺鼻的烟雾让林千怡直皱眉头，在面前扇了扇，把烟雾吹走一点后问道，张队长，你这是怎么了？难道那个男人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警方其实早就知道孙娜小姐是被人包养的了，不然她一个公司文员，怎么可能养得起豪车，住得起高档小区呢？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包养她的男人竟然会是柳思思的未婚夫。张队长猛地喷了一口烟雾后，继续说道，而那个柳思思就是第1起案件的受害者。第2起案件的受害者和第1起案件的受害者之间竟然出现了一个共同点。其实在接受这次事件调查命令的初期，我们就曾经怀疑过这4起案子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但除了4起案件的嫌疑人都是一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这一点，再加上前3起案件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之外，在警方初期的调查结果之中，就再也没有发现4起案件之间有什么有联系的地方了。针对以上2点事实，警方据此做出了案件嫌疑人应该是随机选择作案对象的论点，并以此为调查依据进行了后续搜查。而受到警方判断的影响，我们也一直对此抱着一样的念头。可没有想到，事到如今，我们却忽然得知了原来在这4起案件之中，竟然有2位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竟然都与同一个男人有着某种联系。如果依此推断，那是不是另外2个案件的受害者也和他们一样，都和这个柳思思的未婚夫存在着某种联系呢？我把这个疑问扔给了张队长，他先是回答道，不可能啊，第3起案件里和受害者一同去了停车场的客人并不是柳思思的未婚夫，这一点我很肯定啊。而第4起案件的受害者就更不可能和一个还未结婚的男人有联系了。但随后张队长也开始怀疑了起来，
毕竟他们警方一开始在调查过程中就出现了盲点，竟然会忽视了2个受害者之间的联系。现在他就算想要对自己说出的话打包票，也不免有些犹豫不决了。算了，大话我也不敢说了，我立刻让部下去调查一下。这些臭小子，这么重要的线索都能给我忽视了。哼！张队长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拿着手机跑了出去。暂且不管他那些倒霉又粗心的下属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在张队长离开后，我对林千怡他们说道：“林姐，现在看起来我们又有了新的目标了。”林千怡会意地点了点头：“你是说那个柳思思的男朋友吗？”“没错，孙娜小姐虽然暂时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可是那个男人却可以。他既然又是送车又是送房的，说不定这条项链也是他送给孙娜的。”对于我的提议，林千怡他们都表示了赞同。商量定了之后，4个人便离开安全通道，准备找张队长。刚打开安全通道的大门，张队长就迎面撞上了我们。他说道：“你们来的正好，我已经让我的部下下去调查去了。这次别说什么男朋友了，就算是每个受害者的祖宗18代有没有关系，我都要他们去查清楚了。”“好了，张队长，我们并没有对你们的能力有所怀疑。”林千怡说，“不过在等你们后续的调查结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去亲自调查一下柳思思的男朋友，最好能当面和他谈一谈。”张队长笑了笑道：“那正好啊，说来也巧，我刚才在外头又遇到了那个小护士，她告诉我说那个柳思思的男朋友又来了，现在就在柳思思的病房里，真是磕碜了遇上枕头，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再浪费时间，立刻让张队长给我们领路。”在去往柳思思病房的路上，张队长也大致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位受害者和她的男朋友的情况。作为第1起案件的受害者，柳思思的家境非常不一般。虽然在案件上的卷宗上只写了她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其实柳思思本人还是当地地产巨头柳家的独生女。她的那位男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家境比起柳家来也不遑多让。这一点从被她包养的孙娜身上就能看出来。能给一个女人又是送车又是送房子的，怎么也不会是一个普通人呢？这时候10楼到了，一个和其他楼层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和之前3楼的住院区相比，这里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只是一看就会让普通人望而却步。这里所有的病房都是向阳的南面，每间病房都只有1个人的床位，不但装修豪华，房间与房间的距离也很宽。好厉害呀！我们这次到了酒店了。对于情不自禁发出感叹的3胖，张队长解释道：“这里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啊，能够住在这一层的人非富即贵，一会儿还有更夸张的呢。”前行了片刻，我们就明白了张队长所说的意思。在一间病房的房门前，我们竟然看到了直立不动戒备着四周的保镖的身影就是电视上那些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保镖。3胖走到了最前头，确认了下房间外的名牌后便要敲门，却被那些保镖拦了下来。“这位先生，请问你找谁啊？”一名保镖对3胖问道，虽然语气客气，声音却很冷淡。“我们是警察，请问刚才柳思思小姐的男朋友是不是来了呀？我们要找他谈一些事情。”3胖给他们出示了证件。2位保镖皱着眉头注视着3胖，却竟然没有立刻放行。“这几位呢？”“他们是我的同事啊，这个是刑警队的张队长，请把证件都拿出来看看。”“我们也要啊。”我微微有些吃惊，这些家伙的架子好大呀，说了是警察都还要看证件。我现在算是有些明白刚才张队长的话了。检查好我们的证件后，2名保镖才为我们打开了大大的木门。和外面的走廊一样，这间病房里面看起来与其说是病房，倒不如说是酒店里的豪华套房。里面摆放的都是定制的价值不菲的高档家具，红木的接待桌和蒙皮沙发、书桌、电脑、电视、冰箱。高级宾馆的套房里应该有的东西都齐了。
除了这些以外，如今房间里还摆放着许多花篮，而花篮上标注的送件人竟然也都是名头不小的大人物。张队长啊，你们徐局长啊都送过花呀？三胖指着一个花篮惊讶地说。张队长看上去有些脸红，没有理睬他，而是直接走向了病床。在那里，一个看上去有些气色不佳的短发女孩正躺在床上，而在她的身边，一个衣着讲究、表情傲慢的公子哥模样的男人站在一旁。两人正用一脸诧异的表情望着贸然闯入的我们。那位短发少女应该就是第一受害人柳思思了，而眼前的这位公子哥自然也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柳思思的未婚夫沈泽。柳小姐好，沈先生好，我们是市刑警队的。你们是谁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张队长的招呼还没打完，沈泽就用极不友善的语气质问着我们，同时目光在我们几个身上频频扫过，最后牢牢地落在了林千怡身上，两眼冒光。虽然他的眼神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不过对于沈泽这种在外面包养情人的阔少来说，见到林千怡会有这样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吧。不过张默就对沈泽的反应很不爽了，他跨前一步挡在了林千怡面前，随后也不管沈泽刚才的问题，直接质问道：你就是沈泽吗？我们是警察，现在需要就这次柳小姐遇袭的事件和你谈谈。沈泽纳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哼地沈笑了一声。警察又怎么样啊？拽什么拽呀？凭什么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呢？要找我谈话可以啊，让那位女警官来和我谈。你这个长毛给我滚一边去！像你这种渣渣警察，我一句话就能让你降职到底。一边说着，沈泽的眼神还在一边打量着张默身后的林千怡。沈泽的态度让我暗叫了一声糟糕。林千怡可是张默的逆鳞呢。这沈泽虽然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动作，但光是他那轻浮的眼神就足以让张默火冒三丈了。果然，只听张默突然大声道：你说什么？有种你试试！等等！见状，我和林千怡连忙拉住了有些激动的张默。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和对方吵了起来，那之后的调查就根本进展不下去了。林千怡用眼神示意我把张默拉远一些后，自己转身对沈泽说道：实在不好意思，作为案件调查的一环呢，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线索，可能与您有关，希望您能提供帮助。林千怡尽量礼貌地拜托的。对待像沈泽这样的公子哥，谦逊的确是最好的办法，或者说是他的容貌让沈泽的态度也好转了起来。哼，一开始就这种态度不就得了吗？好吧，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们赶快说吧，我还要陪我的未婚妻，没太多时间和你们耗。沈泽装模作样的坐回了柳思思的边上，后者因为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因此没有发现这家伙射向林千怡的那令人厌恶的眼神。林千怡让张默把那条项链拿了出来，小心撕开上面的符箓后，悬在了沈泽面前道：沈先生，这个项链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呀？一看到这条项链，沈泽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一副无法置信的表情。不过这表情只持续了一瞬间，便从他脸上消失了。沈泽随即说：这是什么垃圾啊？这种寒酸的项链我怎么可能见过？沈先生，你确认吗？林千怡一边询问道，一边从正面盯着沈泽。后者有些心虚的岔开视线，这么明显的心虚表情，果然我们的猜测没有错，这个沈泽真的与这条项链有关。再说一遍，这项链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不得不说，这位公子哥的谎言真是一眼就能看穿呢。在林千怡问他项链的时候，他的目光总是飘忽着，且瞳孔时大时小，就连表情都显得很别扭。进入749局之后，在实习期的培训课程上，我也曾经接触过一点刑侦心理学，虽然不过就是点皮毛而已，但对于人在说谎时的表现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所以这沈泽分明是在说谎，只是不知道这家伙究竟是因为他认识这条项链而撒谎呢，还是因为
他其实就是这次事件的幕后真凶。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对林千怡使了一个眼神，他会意的点了点头，右手在身后对我们摆了一摆，随即4个人不露痕迹的分散开。张队长似乎也想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悄悄把手摸向了腰间，看起来已经做好了随时准备拔枪的准备。与此同时，林千怡继续追问道：沈先生，说起来这条项链是我们在另一起案件的受害者车上找到的，那个受害者的名字叫孙娜，难道你没有印象吗？闻言，沈泽忽然一惊，双肩都在抖动。什么娜呀？不认识，我听都没听过。三胖笑道：不是吧？我们怎么听说那个孙娜是你的情人呢？三胖的话一出口，原本还没有动静的柳思思突然出声了：什么？你说我家沈泽外面有情人？这不可能！沈泽急忙说道：没错，你这个胖子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孙娜呀！你们几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随便在外面找一条项链就硬说是我的，现在竟然还挑拨我和思思之间的关系！出去，立刻给我滚出去！这件事情我跟你们没完呢，我一定会和徐局长投诉你们！一边说着，沈泽一边站了起来，就要把我们往外赶。他的叫声把外面2个保镖也吸引了进来，2个人做事就要把我们驱逐出去。见状，我忙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沈先生，你不承认这项链是你的，但这上面刻下的名字呢？ Lisa Loveleo， 你的英文名字难道不是 Leo 吗？我的话音刚落下，沈泽的脸色唰的一下子变得更加难看，情急之中甚至连脏话都骂了出来：理你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2个快把他们赶走！就在这时候，病床上的柳思思却忽然吼了一声：你给我闭嘴！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沈泽转过头，脸上堆起笑容，却神色尴尬地说：亲爱的，你刚才在说什么？病床上的柳思思仿佛一下子变成了母老虎，柳眉倒竖的指着沈泽：我叫你给我闭嘴！沈泽一下子被他的眼神给击倒了，那完全是一头愤怒的母老虎要吃人的节奏啊！紧接着，柳思思便让林千怡把那根项链拿给他看看。只是看了一眼，柳思思忽然便把项链朝着沈泽脸上扔了过去。别看柳思思现在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可力气却出奇的大，丢的也很有准头，竟然准确的把项链丢在了沈泽的鼻子上。沈泽被打得没防备，差点摔倒在地上，而那项链也摔在地上，在大理石地板上弹了几下，最后掉进了病床下面。你个骗子！柳思思大叫着，又把枕头也扔了过去。你还说不知道？Leo不是你的英文名字吗？那个 Lisa 到底是谁？你都要和我结婚了，竟然还在外面包养女人！一个枕头不过瘾。紧接着，柳思思又开始把床上所有可以扔的东西都扔了出来。见状，沈泽也不再辩解，逃也似的就往病房外跑。那2个保镖则扑到病床旁，嘴里一边喊着小姐息怒，一边拼命阻止着想要从病床上爬起来追打沈泽的柳思思。至于我们几个，因为生怕沈泽就此逃走，便连忙追了出去。不过幸好沈泽在病房被大吵大闹声吸引过来的护士们挡住了。只见外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小护士们也议论纷纷。怎么吵起来了？好像是这个男人在外面包养小三儿。什么？有这种人渣呀？听说小三儿也在楼下的3楼住着呢。我的天哪，小三儿叫什么名字呀？我要去看看。沈泽被人堵住，身后又不断响起了柳思思的河东狮吼，他恼羞成怒，只能把气儿撒在那些小护士身上。滚！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再待在这里，我立刻找你们院长投诉。看热闹的小护士们被赶走了，但紧接着我们也包围住了沈泽。林千怡对他说：沈先生，事情既然已经说开了，你也不用继续撒谎了吧？这个项链真的是你的吗？那沈泽完全变得支支吾吾了。事到如今，他不管怎么挣扎，也再也想不出新的借口。好吧，我说，这项链我认识，但它不是我的，真的。我皱起眉头问道：不是你的？
但这项链上不是刻着你的名字吗？那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吗？这项链就是那个叫 Lisa 的女人的。没错，就是那个恶心的女人。当初是她把这东西强塞给我的。那个恶心的女人。沈泽的这句话突然触动了我心中的一个念头，莫非他说的那个恶心的女人就是我们在公园见过的那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子？我忙问道：沈泽先生，柳思思小姐受到攻击的那天，你是不是也在现场啊？在现场啊。怎么了？那你应该也看到了那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了吧？她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Lisa？ 这个那天我太害怕了，所以没有看清楚。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沈泽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依旧飘忽不定。我生气地说：沈泽先生，为什么都这样了，你还要继续骗我们呢？不只是柳思思小姐，那个女人已经伤害了4个人了，你难道就不想把她捉拿归案吗？明明知道犯人的身份却不说，这是严重的包庇罪行。如果再有第5个受害者，到时候你能负得起责任吗？沈泽很不服气。可那个红衣女人不可能是那个恶心的女人呢，我都已经叫人调查过了，那家伙现在明明就关在……眼看沈泽就要说出最为重要的情报了，突然之间病房里忽然传来一阵尖锐的惊叫，还有男人愤怒的吼声共鸣：喂，你是什么人？等等，离小姐远点，不然我们不客气了。砰！紧接着房间里又传来了重物撞到地板和墙壁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沈泽惊讶地回过头。张队长也说道：林特派员，里面的情况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呢？不用他继续说下去，林千怡已经对我们几个打了个眼色。众人戒备着靠近了房门，随后猛地冲了进去，然后几秒之后，沈泽那震耳欲聋的惨叫声响彻在宽广的病房内。而除了他以外，我们所有人也都傻了眼。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如同屠宰场一样的恐怖场景。原本干净整洁的病房里，此刻完全被血污所笼罩，墙壁上、地板上随处可见大块大块的鲜血，就好像是有人用红色的颜料在房间里喷洒过了一样。而刚才还好好的2位保镖，此刻也倒在地上，其中一个保镖的四肢都朝着不自然的方向弯曲着，另外一个人则侧躺在地上，翻着白眼，浑身抽搐的口吐血沫，看起来2个人都已经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了。至于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此刻正摇摇晃晃地站在窗户边上，虽然黑色的长发遮住了他的脸，让我们看不清他的脸，但他身上那一身醒目的红色风衣却告诉了我们他的身份。是的，就是那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眼前的场景足足令我们惊骇了好几秒。还是林千怡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大叫道：放开他！林千怡所指的是那个浑身血污的红衣女人的手，她的手一把抓着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人的脑袋。再仔细一看，那个人双脚打着石膏，赫然就是柳思思。见到柳思思被抓着脑袋，双脚悬空，已经没有了任何动作，不知道生死，我们都急了起来，却不敢轻举妄动。只有沈泽这家伙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那个 Lisa， 那个恶心的女人。之前面对林千怡的叫声，红衣女人并没有任何反应，但当沈泽说出刚刚的话之后，他的脸却忽然转了过来，空洞无神的眼睛死死盯住了沈泽，随后把柳思思扔在了地上。见到这个女人松开了手，我们顿时松了一口气，我立刻就想要冲过去把柳思思救回来，却被林千怡一把拦住。他语带遗憾地说：四九，不要过去，已经迟了。迟了。我忽然意识到什么，将视线转向了倒在地上的柳思思，却发现她的胸口已经没有了起伏，竟然是已经死了。可恶！当意识到柳思思已经死了之后，张队长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
他身为刑警队的队长，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受害者死在了自己的面前，这让他失去了往日的冷静，红着眼睛便朝着对面的女人一连开了好几枪，直至将枪里的子弹完全打光为止。但是从他的枪口中射出的子弹却没有给面前的红衣女人造成丝毫的影响。子弹虽然打在了她的身上，就好像是打在一团棉花上一样，红衣女人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骗人的吧？她竟然不怕子弹！张队长吃惊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就在张队长震惊的同时，我看到从对面垂下的长发空隙中，女人的嘴角好像冷笑般微微上扬。紧接着，一个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声音从她的嘴里传了出来：“沈泽，这下你和我之间就没有人可以妨碍了。”我下意识地和周围的人对视了一眼，发现彼此间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愕以及果然如此的表情。正如我们之前所预料的一样，面前这个女人和沈泽之间果然是有着某种联系，只是不知道沈泽这个公子哥究竟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不人不鬼的女人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又发现有些不对劲，刚才的那个声音怎么好像有回声呢？除了从面前的红衣女人口中传来的声音之外，我似乎在身后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为了弄清原因，我转过了头，却一下子惊骇地后退了几步，因为在我们的身后，同样也是沈泽的正后方，竟然又有一个红衣女人站在那里，正手举着我们在第2起案件的现场发现的项链，凝视着面前的沈泽。虽然这个红衣女人也是长发低垂，看不清她的脸，但不管是身高也好，发型也好，还是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也好，这两个红衣女人看起来完全就是同一个人。沈泽也在这时候回过了头，看到背后站着的红衣女人，傻傻地眨了眨眼，又转过头看了看正站在窗户旁边的另一个红衣女人，紧接着便爆发出凄惨的叫声：“噩梦！这肯定是噩梦！为什么你们会有2个？”扑通一声，沈泽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同时裤子脚下开始流出大量泛黄的水渍，竟然是吓尿了。至于我们，虽然没有像他如此不堪，但也是一片茫然。眼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仅仅是一个刀枪不入、力大无穷的红衣女人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头疼的了，现在竟然又冒出来了一个，这该怎么办？就在我们因为眼前的事情而发愣的时候，站在沈泽背后的红衣女人又动了起来，她松开手，把项链扔在了沈泽面前，随后又说道：“沈泽，这个项链一定要保存好哦，这是你和我的定情信物。”然后下个瞬间，一前一后2个红衣女人突然分头行动了起来。靠近窗户的那个红衣女人用背对着我们的姿势打破了窗户，一下子跳了出去，而靠近病房门的红衣女人则是撞开了厚重的木门，直接消失在了走廊上。四九，去确认下窗户。张默、小朱，跟我去追他。见状，林千怡立刻对我们3人下达了命令，随后带着张默他们追了出去。我则是跑到了窗户边上，往楼下看去。然而病房的楼下却什么都没有。不，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从窗户往外看去，可以看到地上掉落的玻璃碎片，还有络绎不绝聚集在楼下看热闹的人们的身影。但是除此之外，那个跳下去的红衣女人的身影却不知所踪。张队长并没有和林千怡他们一起追出去，亲眼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原地缓了有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来到我的身边，
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去。他对我说道：“林特派员，我刚才看到的真的是现实吗？”“没错，你看到的就是现实啊。”“好吧，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之前虽然一直说相信你们，可其实心里终究还是有些怀疑。但现在我信了，这世上真的有鬼。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问他吧。”我回过头看了一眼还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呈呆滞状的沈泽，对张队长说：“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从他嘴里撬开红衣女人的秘密。我们需要知道有关她的一切，只有这样才可能想出办法来对付那个怪物。”几分钟之后，林千怡他们带着我意想之中的消息回来了。从走廊上逃走的红衣女人果然也同样消失不见了。不过虽然没有抓到逃走的嫌疑人，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所获。最起码关于这次案件的嫌疑人，张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线索。在2个红衣女人消失的地点附近，张默找到了2个新的带着怨气的布娃娃，而其中一个布娃娃的身上还发现了新鲜出炉的枪击弹孔。这个证据证明了他之前关于红衣女人可能是娃娃被附身之后变成的猜测，再加上现场发现的布娃娃正好和2个红衣女人数量相一致，他几乎已经可以断定，我们这次要找到的这个嫌疑人一定是一个拥有灵魂附身能力，可以将灵魂附身在布娃娃身上的能力者。能力者的推断，再加上刚才从沈泽那里听到的情报，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几乎已经锁定在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Lisa 的女人身上了。既然如此，接下来我们只要继续询问一下沈泽，确认出那个 Lisa 的身份就行了。原本这是一条可供入手的线索，但正当我们准备继续追问沈泽的时候，却发现他的反应有些不太正常。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小子竟然是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而陷入了严重的恐慌状态，以至于必须立刻服用镇定剂进行休养，暂时无法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除了暂时无法从沈泽这个公子哥那儿得到关于 Lisa 的消息之外，调查工作还遇到了新的困难。毕竟原本这起事件虽然连公安部都惊动到了，但本质上来说却也不过是一起连续伤人案件。那个红衣女人虽然连续袭击了4个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孩子，但最起码受害者最后都活了下来。但在今天的遭遇中，红衣女人却突然一改之前的做法，接连杀了3个人。除了当场死亡的柳思思外，另外2个身受重伤的保镖最后也不治身亡。在国内，伤人案件和杀人案件那是完全2种不同性质的事件，更何况这次的死伤名单里还有本地大亨的独生女。暴怒的柳家人立刻找上警局，要求他们对柳思思的死负责。明明现场有5名警察，却还是让柳思思遭到了犯人的杀害，最后还眼看着犯人逃掉。这不算失职，那究竟还要怎样才算失职呢？这似乎就是柳家的主张。除了他们以外，作为柳家原计划中的亲家，沈家也因为精神失常的沈泽在警局背上踩了一脚，要求警方立刻找到凶手，并且对事件中的5名警察，也就是我们和张队长的失职进行严惩。沈家和柳家的压力，警察这边原本是不用害怕的，但谁想到2家人除了亲自当面上门找警察施加压力之外，还借着他们在市里的关系，找了好几个市委领导来哭诉，给警察局扣了一个办事不力、害死无辜群众的大帽子。这一下，杭湖警局的徐局长就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跑到了医院，把还在配合赶来的警察进行现场调查的我们5个人抓了个正着。我和林千怡他们4个人因为明面上有公安部的关系，徐局长再怎么生气也管不着我们。可张队长却遭了殃，徐局长训斥他的声音几乎在整个医院都能听见。不仅放跑了犯人，
还让3个无辜市民死在了犯人手上。张鑫，我看你这个刑警队长也是做到头了，就因为你的大意，害得我们整个警局都丢了脸，这个责任你到底要怎么搞啊？虽然对死去的柳思思和那2位保镖感到很遗憾，但老实说，这件事情和张队长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想到红衣女人会突然越过了门外的我们，出现在了病房里呢？而且真要追究责任的话，那也应该追究的是我们才对呀。事后我们几个谈起红衣女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的原因时，张默提起道，他怀疑很可能是因为那个项链上的怨气把红衣女人吸引过来的缘故。原本这条项链上的怨气已经被张默用符箓给封印了起来，但在刚才为了让沈泽和柳思思确认项链的主人，他已经把符箓撕开了，这很可能就让那个红衣女人再度察觉到了这条项链上的怨气，从而追踪到了医院里。如果不是这样，又或者我们在离开病房追赶沈泽的时候，有人想到去把项链重新拿回来的话，说不定柳思思他们也就不会死了。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要去替张队长做出辩解，但就在这时候，林千怡却拦住了我。四舅，这件事情我们不好插手啊。可是张队长他也太冤了，我有些不甘心。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你是要告诉徐局长关于红衣女人的真相吗？别忘了，现在就连市政府那边都关注到这次的事件了，难保你这头告诉徐局长，另一头他就会把消息传给其他人听。真要是那样啊，我们的善后工作岂不是麻烦了许多？说到这儿，林千怡悄悄拿出了记忆消除喷雾，在我眼前晃了晃。再说了，别忘了我们还有这个东西呢。你要真是替张队长过意不去，案件解决之后，我们大可以用这个东西替张队长挽回名誉。至于现在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张队长的调查报告了。我叹了一口气后，在张队长被徐局长叫走之前，他其实似乎已经对自己接下来的处境有所预感，让我们先回住宿的酒店休息。虽然沈泽暂时无法开口说话，但他向我们保证，等应付完了徐局长之后，便会想办法找出那个名叫 Lisa 的女人的线索。接下来我们便返回了酒店。目前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后面就只有等消息了。这段时间，林千怡也给还在假期中的王军打了个电话，汇报了一下目前案件的进展。当听到这起案件中的犯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能力之后，王军也不禁感到了好奇。他给林千怡留了一个最近的回收处行动小队的电话，告诉他一旦锁定了目标的位置，可以呼叫那支小队寻求支援。就这样过了2-3天，张队长却一直没有来找我们。给警局打电话之后才知道，他竟然已经被徐局长给撤了职，现在正在家里停职检查。至于案件的后续调查工作，则已经交给了徐局长亲自接手。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大为震惊，我更是对为什么警局那边没有人通知我们这个变动而感到不解。倒是三胖想明白了什么，给我们解释道，这可能是因为那个徐局长也对我们失去了信任的缘故。他虽然不敢如同对待张队长那样训斥我们，但却故意把我们晾在了宾馆好几天。张队长被停职之后，也不安排新的接口人给我们，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们再搅和进这起案子里。而在我们不知道的这几天里，警方的调查工作依旧在进行，只是没有了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情报，徐局长布置的调查工作已经走上了弯路。他现在正调集了全市所有的警力，用通过目击者回忆画下的嫌疑人素描，挨家挨户的寻找可疑人物。这个徐局长也真是的，杭湖市过1000万的人口，他这样子究竟打算找到什么时候去？林千怡说了一句，便再也坐不住了。我们正准备出发去警局，在宾馆的门口却遇上了穿着便服而来的张队长。他的脸上显得很憔悴，有黑眼圈，
眼睛有些血丝。见到他，林千怡惊讶道：“张队长，你怎么来了？”张队长手上拎着一个挎包，里面也不知是塞的什么东西，看起来鼓鼓的。他拍了拍挎包，对我们说：“我不是说过要带资料来找你们吗？虽然还无法确定，但我想自己已经知道了那个 Lisa 到底是谁了。”真的？我们几个脸上顿时一喜，立刻便领着他往房间走。半路上，因为停职的事情，林千怡宽慰了张局长几句，但他却笑了笑说：“放心好了，这点困难还击不倒我，只要能抓住那个女人，别说一个刑警队队长了，就算警察的身份都不要了，我也愿意啊。”听了这话，虽然我没有立刻回应，但心里却不由得对他升起了一股尊重。几分钟后，我们5个人聚集在了林千怡的房间里。大家刚一坐下，林千怡已经着急道：“张队长，你刚才是不是说已经知道那个 Lisa 是谁了？”张队长笑了笑说：“只是一个推测罢了。倒是你们之前拜托我调查的几个布娃娃的来历，还有从红衣女人身上拔下的头发的 DNA 测试结果都出来了。这次我来呢，就是想和你们一起整理一下手上的资料，确认下我的推测到底对不对，然后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张队长你也别吊我们胃口了啊！什么推测不推测的，那个 Lisa 到底是谁？你到底知不知道？三胖急吼吼地问了一句。张队长让他别急，随后拿出了一张照片，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各位，我强烈怀疑那个叫做 Lisa 的女人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陈雨桐。陈雨桐？我们一起凑了过去，看向了那张平放在桌子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感觉有些保守的女性，长长的头发，很普通的外表，实在让我们很难相信她和那个散发着怨念、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会是同一个人。这个女人会是那个红衣女人吗？完全不像啊！三胖皱眉道。张队长微微一笑，手指指向了照片上女人的嘴角位置，反问道：“你们看看这里，还会觉得她和红衣女人不像吗？”三胖又看了看，立刻惊讶道：“真的耶，他们竟然有一样的黑痣啊！”照片里的陈雨桐在嘴角的左侧有一颗非常明显的黑痣，而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布娃娃以及亲眼见到的那个红衣女人的嘴角同一位置上也有一个相同的黑痣。不过嘴角有黑痣的女人现实中也并不少见呢，仅仅是通过一个黑痣来断定这个陈雨桐就是我们要找的 Lisa， 还是太过勉强。于是林千怡便问道：“张队长，这个陈雨桐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和沈泽之间有联系吗？”张队长眉头紧紧皱了一下：“有，他们之间的确互相认识，但肯定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那种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个陈雨桐其实是一起强暴案件的受害者。”你说强暴案件？一听到强暴案件几个字，同样是女人的林千怡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冲。这是我托人从警局档案室里找的资料，你们自己看一下吧。一边说着，张队长一边把一份写着机密字样的文件袋放到了我们面前，随后自己深吸了一口气，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给自己点燃了一根烟。看到张队长反常的举动，我们不禁对这份文件里的内容感到好奇。我伸出手，将文件袋拉到其他人都能看到的位置上，随后将里面的资料从文件袋里拿了出来。里面的内容让我不禁想要移开视线。强暴这种简单的字眼已经不足以说明这上面的内容了。在这份资料上所写着的是名为陈雨桐的女性被狠狠践踏了身为女人的尊严的事实。陈雨桐，女，外来人口，在本地一间夜总会担任服务员。根据记录，大约在半年多前，25岁的陈雨桐在深夜下班回家的途中，遭到了数个小混混的袭击。这些小混混在他下班之后，一路跟随到了陈雨桐所居住的小区附近，随后将他绑上了一辆面包车。紧接着，在面包车上，陈雨桐被极尽所能的凌辱，见到了对女人来说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地狱。不但如此，
那些小混混在施加了暴行之后，还对陈玉彤施加了更为严重的肉体伤害，让他在被人发现送往医院之后，又接受了整整3个月的治疗才得以康复。不过虽然肉体上的创伤得到治疗，但陈玉彤精神上的伤口却难以愈合，因为遭受了来自陌生男子的屈辱打击，陈玉彤的精神自此之后就开始变得失常。在出院后不久，便因为精神上的问题被强制送入了精神病医院隔离看护。看到这儿，不只是林千怡，就连我也捏紧了拳头，实在是难以相信，在我们这个和平国度里，竟然也会发生如此残暴的罪行。那几个小混混简直就是人渣败类，猪狗不如。不过在愤怒之后，我又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陈雨桐的遭遇虽然令人同情，但他被强暴的事情又和沈泽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询问陈雨桐和沈泽的关系的时候，张队长拿出这样一个案件的资料，绝不可能是无的放矢。果然，当我把疑问抛向张队长后，他对我们解释道：你们看到的案件资料上其实少了一份笔录。其实在我们审讯那几个小混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透露过，他们会对陈雨桐下手，其实是受到了别人的指使。而这个幕后主使人不是别人，正是你们之前见到的那个公子哥沈泽。张队长把烟头扔出了窗外，随后走回来对我们继续说，那个混混的笔录不知为什么被人从卷宗里拿走了，我也是盘问了许多人之后才从一个老部下的嘴里得知的，看起来是沈泽的家里人和局里的一些领导做了交易，让强暴案件的办案人员刻意忽视了这个小混混的口供。这些该死的败类竟然会是这样，这个消息实在是让我们颇为意外。谁都没有想到沈泽和陈玉彤之间竟然会有这样的联系存在，只不过这个联系实在是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呢。因为从刚才的资料上看，陈玉彤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沈泽则是一个富家子弟，这两个人之间就如同两条平行线，根本就不可能交错在一起。既然如此，为什么沈泽会让几个小混混去强暴陈玉彤呢？这完全就是不合逻辑嘛。于是我问道：张队长，你部下的话可靠吗？沈泽为什么要让几个小混混去强暴陈玉彤呢？你们果然也不相信吧？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的反应啊，直到我看到了这个。张队长边说边从挎包里又拿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台看上去非常高端的手机。只听张队长说，这个手机是沈泽的，在他的家人把他送进病房治疗之前，我偷偷从他的随身物品中拿了出来，原本只是想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和陈雨桐之间的通讯记录，没想到却让我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沈泽的手机是一台 S700C， 在当时可以说是市面上极为先进的一款手机了，因为这台手机竟然具有100万像素的摄像头，可以直接用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虽然和几年以后的智能手机相比呢，在性能上差了许多，但在这个案子发生的那一年里，还是一台极为高端的手机。而张队长所说的不得了的东西，指的就是这台手机里拍下的照片。作为一个富家公子哥，沈泽在兴趣爱好上果然也是非常超前，几年之后才开始流行的自拍照，他在那个时候就玩了起来。在这台手机里面就几乎存放了不下上百张沈泽自己的自拍照片，有他在办公室的自拍，在家里的自拍，在宾馆中的自拍，在外面玩耍时的自拍。或许是因为照片太多，我们看了老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些照片中虽然也有别的女人出现，但唯独没有见到陈雨桐的身影。看了半天后，三胖终于忍不住抱怨道：张队长，你到底是让我们看什么啊？这里面只有沈泽自己的自拍照啊。张队长闻言，随即又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看起来好像是从手机里打印出来的照片道：早料到你会这么说呀，
我把最关键的几张照片都打出来了，你们自己再仔细瞧瞧。我随便从这些照片中抽出了一张，这也是一张自拍照，拍摄的地点似乎是在一条街道上。沈泽正靠在一辆法拉利的车头前，拿着手机，从头顶斜45度角度拍摄着自己和身后的法拉利，一脸志得意满的表情。我问张队长，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吗？他指了指照片，对我努了努嘴，你没看出来呀？再仔细看看照片的角落。这一看之下，我忽然感觉身体有些发冷，就好像现在一阵冷风吹过了我的脖子似的，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照片的角落里，我竟然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正躲在一棵树干的背后，偷偷摸摸的望着沈泽。因为像素的问题，我无法看清那个人影的面孔，不过那一头过肩的长发却让我想到了一个人，陈雨桐。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张照片里呢？沈泽的自拍照里为什么会出现陈雨桐的身影呢？是他无意中被拍了进去，还是……我实在是有些被吓懵了，完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照片中为什么会突兀地出现了陈雨桐来？我连忙又抽出一张照片，这一张是沈泽在自己办公室里背靠着落地窗拍下的自拍照。因为上一张照片的关系，我这一次特意着重搜索了一下沈泽身后的背影，结果果然又在照片的一个微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陈雨桐的影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